很多人在吃香菜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根扔掉不要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其实这个香菜根它可是个宝，用它来煲茶喝，有你想象不到的功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香菜家家户户都爱吃吧，它的香味非常浓郁，平时用来做个拌菜，或者是用来烧个汤，都有意想不到的增香的作用。但很多朋友平时把香菜吃掉后，这个根部都是直接扔掉了。而香菜根对于香菜来说，就是它打通营养的一个管道。香菜所吸收的所有营养成分都要先经过香菜的根部，才会输送到它的叶片根茎。所以说香菜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而这一点经常被生活中我们所忽视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香菜根它的神奇用途，随便放到锅里面这样煮一煮，作用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。最重要的是特别适合夏季，3伏天大家一定要准备起来哦。我们先把准备好的香菜上面不好的一些叶子去掉，全部去掉后，我们把它放入盆中，加点盐，加点食用小苏打，适量的清水，用手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香菜放在里面浸泡10分钟。香菜的根部非常脏，它是埋在土里面的那一节，主要是香菜和土壤的一个连接处，并且根系发达，所以说上面难免会有泥土残留，还有一些虫卵残留，因此一定要用小苏打还有食盐浸泡一会儿，既可以软化土壤，还可以把上面的虫卵泡出来。浸泡香菜的这一个时间，准备5颗红枣，1小把枸杞，少许清水，1勺面粉，然后用手去抓一抓。面粉在洗红枣和枸杞中所起到的用处，就像是我们平时用洗面奶来洗脸一样，可以把表面的污渍和这些脏东西清理得更加的干净。抓了2-3下后，咱们的红枣和枸杞上面的一些脏东西就已经掉入了水中，可以看到水一下子就变成了这种的浅黄色。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把它们表面的这些杂质冲刷一下。这一次冲刷的时候，只需要将表面的面粉冲洗干净，红枣和枸杞就干净了。再换清水，把它彻底的洗一洗，直到碗中的水非常的干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空水将其捞出。接着用剪刀把红枣一个一个的剪开，将其中的枣核去掉。枣核和果肉连接非常的紧密，如果您家里面没有厨房剪刀，用菜刀来剪也一样的。剪下来之后，红枣的肉质吃起来就更加的放心，再也不用担心后期吃到果核。去核后的红枣，再用剪刀将它剪成小一点、短一点的样子，这样可以让红枣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被释放出来。里面所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、氨基酸，还有铁元素，都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。这些物质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十分友好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此时盆子里面的香菜根也已经完全浸泡好，将香菜的根部一根一根的搓洗干净。浸泡过后，洗起来就十分丝滑了，轻轻一搓，上面的脏东西就被搓洗下来了。洗过之后的根部十分的洁白。把脏水倒掉后，继续换清水，淘洗2次。然后把洗好的香菜放到菜板上，趁它不注意将它拍匀，然后切成这种的长段。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香菜的叶子可以用来拌凉菜，但是呢也同时可以一起放到锅里面去煮。
然后再把所有的食材倒入锅中，接着加入1块生姜红糖。那么如果你用的红糖是普通红糖的话，就需要自己准备1块生姜，切成片再切成丝一起放进来。因为我的这个红糖里面它本身就是生姜红糖，所以呢之前我就没有切生姜了。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接着把锅盖盖上，把所有的食材煮熟，让所有食材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被释放在水中。时间到，我们的香菜羹就已经煮好了，里面加了枸杞、红枣还有红糖，不仅好喝，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。关火，把它直接盛入碗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把锅里面的汤水和食材全部盛入碗中，只需要喝里面的汤汁就可以了，其他的食材喝完之后可以直接倒掉。看似简单的一碗香菜羹煮水，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。香菜的根部它有非常浓郁的辛香味，这种辛香味是香菜特有的，类似于柑橘和泥土的混合气息，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个气味。但是在煮的过程中，香菜根部里面的挥发性醛类物质在高温下加速挥发，同时部分醛类成分进行氧化，让它的香味褪去尖锐，沉淀出类似烤坚果的温厚尾韵，让人们更能接受它的气味。所以说，香菜根部以这种方式煮出来，就连平时不喜欢吃香菜的人也能接受它的味道。夏季常喝香菜羹水，这碗香菜羹水可以给我们及时补充电解质，补充水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你意想不到的用处。如果您知道它的用处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不知道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找到答案。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辛辣上火的食物，并且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不愿意出去，这样一来反而对身体的危害非常的大。再加上天气炎热，喜欢吃一些冰凉的食物，所以说夏季常喝一喝这个香菜羹煮的水，有利于散去体内的寒气。因此夏天咱们经常吃冷饮的朋友，这道汤必不可少，你也赶紧回家试一试吧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